很多人都说蛋龟好养，这2年养它们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有人喜欢它们不一样的外形颜色，有人喜欢它们凶悍活跃的性格，有人觉得它们体型小不占地方。总体来说，的确是比较适合家庭饲养的宠物龟，就连新手龟的推荐里也必有它们。包括我自己呢，当初也是被蛋龟漂亮的头纹颜色吸引的，在饲养过程中呢，看着它们体色纹路一点点的变化，特别有意思，也很有成就感。养它们呢，一般需要一个深水缸，像加温棒、晒背灯、晒台不是必须的，只要温度稳定，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它们自己熟悉环境就好了。养定后状态爆表，互动超好，尤其是大小麝香鼠啊，更是被追捧为不会腐皮、随便养的龟。那真的是这样吗？蛋龟这么好养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在饲养过程中感受到的蛋龟的一些优缺点。如果你正纠结犹豫要不要养蛋龟，不妨看完这期视频再下决定。先声明啊，以下说的优缺点都是相对而言，所有情况都有个例归，不能一概而论。优点5个，缺点1个，看到最后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先说优势吧。第一，水质这块蛋龟真的不太挑，相比花草猴的环境水质要求，蛋龟在水质这块适应性要强很多。水质问题引起的白眼、腐皮这种问题，在蛋龟身上出现的几率比其他龟低。同样用自来水饲养，草龟换完水可能就腐皮了，蛋龟啥事儿没有。第二点，光照要求低，蛋龟要普遍晒背需求低。当然这里不是说完全不用啊，只是不像有些龟种啊，每天需要大量时间晾干晒背，大部分啊日常自然光就够用了，不用刻意晒。尤其啊像大小麝香鼠，家庭饲养时甚至可以不用放出水的晒台和晒背灯。像莫蛋在原产地、野生环境选择性多，的确有上岸休息的记录，但大部分时间它们还是喜欢待在水底匍匐前进、觅食和睡觉。对于宠物人工饲养来说，优先选择它们更适合的水环境就行。第3点呢，环境好布置。一般养蛋龟呢，建议首选裸缸。不是因为图省事儿啊，是真的对蛋龟来说，裸缸是最保险的。即便一开始给小龟苗造景很有趣，但那只是短暂的。蛋龟家族的暴脾气啊，只会随着时间年龄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等它们长大了，不管你缸里造的什么景儿，都给你拱得乱七八糟的，看到什么都要咬2口，咬同伴甚至咬自己都是正常事儿。不爽了，直接把加温棒咬碎了，把自己送走也不是不可能。实在想造景呢，最多也就铺一层石子儿，也会扑棱的咣咣响，就看你忍不忍得了了。所以裸缸养啊，正好也是省心省钱了。第4点，体型小不占地方。除了3巨蛋里的墨西哥和萨尔文，其他蛋龟都是比较娇小的体格，小的成体啊不到10厘米，大的成体也就10几厘米。家庭饲养不会很占空间，成体啊一个50-60公分的玻璃缸就够了。相比巴西脸、侧颈龟那些长得飞快，还动不动就长到20-30厘米，的确是小巧精致了不少。第5点啊，饮食好照顾。从上面说的它们凶猛的性格，大概能猜到吧？蛋龟都偏肉食性，在野外啊，它们会吃各种鱼虾螺贝、蚯蚓、蠕虫，甚至乳鼠、鹌鹑这种看似不相关的食谱，它们也会吃。对肉类来者不拒，像巴西脸、半水龟类啊，需要定期喂水果蔬菜；蛋龟喂起来呢，则简单省事儿很多。家庭饲养呢，平时只需要准备蛋白质含量高的龟粮，搭配鱼干、虾干投喂就行。有条件的话，可以定期喂活鱼或新鲜的鱼肉。那上面说完了一串优点，这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凶。这个凶啊，可不是咱们聊天随口一说的，是真的要深思熟虑，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凶而带来的一系列饲养难题，一定要提前考虑好。比如啊，蛋龟美其名曰的互动好，那哪叫互动好啊？那是看见人就饿，疯狂扑咬，真被他们咬一口你试试。所以啊，在水里的这种互动比较有距离感。上了岸离开水呢，它们又是一群小趴菜了，爬都爬不利索。这比起很多龟啊，在陆地上也能自如活跃的待着，蛋龟这一点确实无聊很多。再比如啊，因为凶，所以蛋龟不能混养。这个问题啊，你问我100遍也是一个答案，不建议混养。如果有人偏说我家这混养的挺好的呀，没见打架呀，那只有几种情况。要么是龟苗年龄太小了还不够狠，要么是几只龟还不熟悉环境，不熟悉彼此，要么就是它们这几天心情好，不想干架。总之啊，新手养蛋龟呢，前期可爱爱的时候可以混养，但也要清楚分开单养是迟早的事儿，千万别想着我就准备这一个缸混着就养到底了。一时的风平浪静不能代表永远太平，不知道哪天突然干仗了，可能就是致命的。轻的呢，缺个脚掌咬破脖子；重的直接嘎了都有可能。到时候你又得费时间费功夫给他们养伤，能不能治得好还不知道。有的永久伤残了，长不回来，看着也闹心，得不偿失。那这状况是可以完全提前避免的。所以啊，因为他们爱打架，不能混养。一龟一缸的位置也是要提前考虑到的。为了保证龟龟们的全品和状态，单养还是最靠谱的。所以呢，有点遗憾，群养的乐趣在蛋龟这儿可能是体验不到了。好了，那以上就是对想养蛋龟的一些小建议，希望能帮到你。咱们下期见喽，拜拜。